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猎人与猎物。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猎人呐，而困难就变成被我们收拾的猎物啊。那被困难克服的时候呢，那困难变成猎人呐，那我们就成为在困境中被折腾的猎物啊。生命中有时候我们在扮演猎人的角色，有时候是在扮演猎物的角色。那这两种角色呢，不断的交替，成就了我们心智的成长啊。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在挑衅别人呐、逆受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猎人呐，那对方就变成我们的猎物啊。而有时候呢，我们是别人针对的对象或者批评的对象，那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别人的猎物啊，那对方变成猎人啊。那动物之间也是一样啊。有一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螳螂要捕蝉呐，所以这个螳螂呢是狩猎者，那这个蝉呢是猎物。那看起来这个黄雀是在螳螂的后面嘛，虎视眈眈啊，准备要对这个螳螂下手啊。但是呢，黄雀也有它的天敌呀，啊，它可能也会被比它大的动物呢在后面呢要把它吃掉啊。所以黄雀看起来是狩猎者，但有时候也会成为别人的猎物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世间万物是一物克一物啊。这个是物竞天择的生物链啊，是大自然的法则。那其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话也不只是指猎人跟猎物之间的关系而已哦，它也是在比喻一个人的眼光短浅，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啊，而不顾后患啊。你要欺负别人，那你也可能被别人欺负啦。刚刚讲的嘛，一物克一物嘛。那自古以来呢，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一个凶恶的人呐，别人都会怕他，但老天爷不怕他。那一个善良的人，别人会欺负他，人善被人欺啊，那别人会欺负他，但老天爷不会欺负他，不会辜负他，甚至老天爷呢还会保护他哦。这个就是什么？善恶到头终有报啊，只是时候未到而已啦。这个好像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讲的啊，凡夫只想到一时之快，而不去想后患啊，什么事呢都不去考虑后果啦，只想到呢痛快一阵子，不去想会不会痛苦一辈子啊，不去想这个后果。那这个道理呢，就是佛遗教经里面经文所讲的，譬如有人手执密器啊，动转轻照，但关于密，不见深坑啊。这句话我们曾经也提过了哈，意思是说，没有正念正知的人呐，他手里捧的这个器皿呢，里面是装的什么？蜂蜜。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举一动呢，就会很心浮气躁啊，因为他的心呢，很容易被手上这个蜂蜜所吸引，他注意力就放在这个蜂蜜上面，所以他只看到蜂蜜，但看不到眼前被草覆盖的深坑。也就是当一个人只看到眼前的好处或诱惑，或贪求眼前的利益啊，这个时候他就很难看到这些诱惑的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大坑洞啊，准备让你掉进去这个陷阱里面了。所以贪的人很容易就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呢，再深再大都跟你无关啦。那贪念跟欲望呢，其实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啊。
只要一个出现，另外一个一定随时在旁啊。好，当我们被欲望束缚的时候呢，欲望就是猎人啊，他随时在寻找猎物哦。这个欲望呢，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是被追逐的猎物一样啊，我们变成是被欲望所主宰或掌控的对象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心中有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心想要满足这些欲望嘛。那压力就是来自求不得而造成的苦恼。相反的，我们如果可以靠自己的自制力，从欲望的深渊里面呢解脱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主宰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那因此呢，就能很自由自在啊，就不会是陷阱中啊挣扎不已的猎物啊。那赌博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刚开始啊，只是参加一些无害的小赌啦，并把它当成一种娱乐啦。他不觉得这个是赌啊，娱乐好玩嘛，就好像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啊，输一洞多少钱啊？或者输的人请吃饭呐，那其实那个什么打赌也是一样赌输的人请吃饭无伤大雅，只是一种娱乐嘛。但是呢，当他输掉一些钱之后，或者越赌越大，那他的欲望变得越强烈哦，他越开始想要追求赌博的那种快感跟胜利，尤其赌越大的时候，那个刺激感更大那这个并认为呢，只要我在下一次赌注一定能够赢回来，赢回输去的钱呐。那这样子的信念呢，使他不再关心输赢的问题的，输跟赢一定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如何满足自己赌博的欲望？时赌时输也是要继续赌啊。我们看很多赌徒是这样子嘛，输了还是要赌，为什么输了就不要赌呢？一直输钱，但是他就是要满足那个欲望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到处借钱，然后大家看到他避之唯恐不及啊。他也会因此失去朋友，甚至失去家人的支持啊，完全被欲望控制而无法自拔。最终呢，就成为欲望的奴隶呀，也就是赌博的猎物。这就是赌徒的心声啊。那这样说起来呢，猎人跟猎物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啊，一个人的身兼两个角色这个人呢，时而猎人，时而猎物啊。那猎人跟猎物的角色呢，不断的交替那同理啊，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是在时佛时魔呢？对不对？早上心宽念纯，还在佛境，在天堂；下午呢，心不宽念不纯，那进入魔境，就跑去地狱了。那佛跟魔以及天堂跟地狱这个角色也是不断的交替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下天堂，一下地狱，跑来跑去，就是忙这些事情啊。那这样子的交替过程，成就了我们蜕变后的成长。假如你要学习的话啦，不管顺境逆境，都是在学习嘛。那其实呢，贪念也是猎人哦。贪念一起呀，不但鬼门大开啊，我们甚至会成为被贪念绑架的人子哦，身心完全由不得自己啊。举个例子来说，大家一听就明白。在东南亚有一种抓猴子的陷阱啊，那人们呢就把这个椰子把它挖空，里面把它挖空里面放一些什么猴子爱吃的食物啊，那上面呢这个留一个小洞就好了那这个洞口的大小呢，刚好只能让猴子呢空的手伸进去，手没东西空的手伸进去，这个洞只能这么大手如果进去里面，手如果有握住东西的话有握拳的话这个手就抽不出来了啦。然后就把这个椰子呢用绑上绳子挂在树上啦或放在地上啦那不久呢
这个猴子闻香而来迫不及待的就把手伸进去这空椰子里面，那里面很多东西抓得满满的结果呢，怎么无论怎么使力，这个手无法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整个手被这个椰子包起来了。那守候已久的猎人呢，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就抓住这个猴子了。好，那请问大家，是谁抓住了这个猴子呢？是椰子吗？还是猎人呢？其实都不是。事实上，没有人抓住猴子不放，是猴子自己的欲望跟贪念俘虏了。猴子被自己的欲望跟贪念束缚了。其实他只要让椰子里面的手空空的就好嘛。他抓住东西嘛，放掉把里面东西放掉，让手空空的他就能够让这个空手抽出来这个椰子也就是呢，只要能够放下贪求跟执着的心，马上就可以脱离险境了。然而，即使在生死的关头猴子还是放不下已经得手的美食，好不容易抓到的东西，他没办法放开，他放不下，因此就是被困住了。有一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是这样的道理嘛。其实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们一心一意在注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容易疏忽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就好像猎人专心在追逐猎物的时候他也很难分心去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偏偏呢，人生有时候不能因为勇往直前而奋不顾身不顾一切就好像努力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嘛。但是如果过头了眼中只有钱，什么都没有，那变成什么？变成谋财害命的，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了。那这样为钱赌性命为钱赌性命那就得不偿失的了，就不好了啦。修行虽然强调一心一志、一门深入嘛，但它不是要你不顾一切人生不能不顾一切要从长计议更要兼顾大局所以专注一事跟顾全大局两者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可以兼顾的。那要这样训练自己，就要怎么样？眼观四方，耳听八方。那这句话是比喻机智灵活，做事能够观察周详的意思啦。那对人是这样的道理对动物也是一样非洲草原的羚羊它如果只是专心的在那边吃草，不顾一切，就专心的吃草那他也不去注意周围环境有什么险恶他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成为狮子跟花豹狩猎的对象，而让自己陷入险境嘛。各位如果有看那个电视里面那个动物频道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狮子花豹或羚羊他们在水塘边喝水的时候呢，那个身体呢就是保持高度警戒那个姿势就是随时可以逃跑的姿势你看那个羚羊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脚在后面这样子吃，万一有什么危险，他马上可以抽腿因为他们必须谨慎预防什么鳄鱼随时从水里冒出来所以你看有时候那个鳄鱼出来那个羚羊在那边，鳄鱼出来那个羚羊可以安全脱困呢，因为他那个姿势就是保持随时要离开的这个姿势嘛，所以这个也是他求生的本能之一那这个就是一种什么专注力的兼顾，他不是专注一事，他还会注意周遭的事情。
那对人来讲呢，这个叫做专注力的管理啦。我们读了很多管理嘛，对不对？健康管理，什么金钱管理、形象管理啊、情绪管理啊，什么管理一大堆。但是专注力的管理也是一种管理哲学哦，能有效管理我们的注意力，确保在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会疏忽其他重要的事情啊，不会顾此失彼啦，而是全盘考量，兼顾大局。所以专注力管理的好啊，就能确保我们的专心或用心是用在正确的事情上面，而万无一失啊。那也会避免专心或用心啊，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可以避免掉，这样才不会好心做错事啦，或者用心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了。那这个就要学习啦。这个学习呢，有5个方法，5个要点啊。第一，处理事情必须分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可以帮助我们集中精力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不会被次要的事情所干扰，清清楚楚啊。第二，制定待办事项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设定要处理跟要完成的时间表啊。那这个可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呢，去处理每一件事情，而且让这些事情呢不会互相干扰啊，不会做这一样影响这一件，做这件影响这一件，不会。好，第三，避免同时进行多重任务啊，因为你如果进行多重任务多管齐下的话，那这很可能导致分散注意力啊，造成顾此失彼的疏忽。那这第三。第四，掌握良好的时间管理技巧啊，这样才能有效分配时间跟注意力啊。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管理时间的方法嘛，用智慧安排时间，用技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啊。第五，一旦发现事情疏忽了，就要立即记录下来，才不会忘记啦啊，这样才能够亡羊补牢，不会因疏忽而坏了大事啊。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啦。但是我们如果立即记下来，赶快还可以补救回来啊。那以上这5个就是管理注意力的方法啊，它能让我们在追逐梦想、追逐目标的这个同时呢，也能兼顾到大局，面面俱到啊，不会本末倒置或进退失据不会。那把这一套管理注意力的功夫学起来就能有效对治刚刚前面所讲的但观于密不见深坑这个问题人家是观于密不见深坑我们不但可以观于密，也能洞见未来的深坑，更不会掉入深坑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夫啦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扮演猎人的角色的时候呢，就是在追逐梦想嘛，追逐目标寻找机会那扮演猎物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面对挑战、接受考验、承受折磨甚至要学习如何及时脱困因为陷入在困境中了所以角色不一样，剧情当然也会不一样。同理，剧本不一样，角色跟剧情当然也都是不一样嘛。那不同角色的不断变化，塑造了我们心智的成长跟经验的增长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嘛。所以不管我们是扮演什么角色了都要保持平等心跟平常心。因为这一种不同角色的转换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好都是有助于我们提升学习的能力，跟适应不同的情境
你要生存，你就必须去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跟学习啊。那这个道理就好像碰到逆境跟顺境啊，都还是保持平常心嘛。这个在我们过去读书会常常都有提的这样才能从中找出学习之处嘛。不管你是顺境或逆境都有值得学习之处嘛。同理，失败也没有什么不好，失败会让我们从中找出成功的诀窍嘛。所以我们常常跟年轻朋友谈嘛，像我们已经在商场这个出生入死这个实战经验的人呢，我们跟你分享我们过去失败的经验呢，你就成功的啦。对，所以学习失败的经验也是很重要。对，所以从失败中找出成功的诀窍嘛。失败中不但不能气馁，还要心存感恩呢。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什么？就是正思维啊。正思维才能产生正能量嘛。好，那扮演猎人角色就要学习，不只把目标放在猎物上面还要学会欣赏沿途的奇花异草跟美丽风光啊。套一句台湾话来讲，叫做一兼二顾，蒙拉兼西口，对不对？这样解释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扮演猎物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可以去体会身为猎物所处的环境跟情境。也就是说，虽然我处在这个苦境跟这个困境里面，但是我还是要提起正念啊，提醒自己不要迷者苦中作乐，而是要觉者苦中说法。这样即使在苦中，也有值得学习之处啊。不是喊痛苦痛苦，是喊痛快痛快这个叫做身苦心不苦啦。所以学佛的人常常会说一句话：带3分苦才会好修行呐。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自己不下过苦功就很难得到真上缘呐。也就是说，少壮不经勤学苦，老来方悔读书迟这个就跟好像说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道理是一样的。不过要注意一点太多的苦难或苦难偏多，这样福报不够，会造成障碍偏多，也很难修行了。就好像说是非当教育啦，这句话是说的没错。但是呢，是非太多，很难当作教育，甚至会被恶化成为烦恼了。对一个人，如果经常是是非太多，是非缠身，这个就要自我反省了，也要检讨自己是不是太空闲的啦。太空闲也是造成是非太多的原因之一啦。因为你如果每天是有意义的忙碌着，那就会茫然无是非啊。这个是证严法师讲的所以是非太多，除了跟自己言行造作有关的，自己引起的之外呢，也要检讨自己是不是太空闲了，胸严了常常跟是非牵扯不完，你侬我侬，这个就变成什么在缠菩萨纠缠的缠所以凡事呢过犹不及才说3分苦才会好修行带3分苦才会好修行3分就好，不要太多，都没有苦，或者太多苦都不好啦。那其实有些人呢，以为自己有苦恼是因为什么？缺少某些东西啦。例如名利财富地位等等但是当这些人一旦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之后呢，他体验到的快乐只是在一瞬间当那一瞬间过去之后，他马上开始又想到另外一样东西或是同样这件东西，我想得的更多，已经有了他不足，他还要希望更多。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个人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享受自己所拥有的，而是在
苦恼自己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人的快乐时光往往是短暂的一刻而已啦。这快乐没办法持久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只重狩猎结果的猎人呐，只有在狩猎到猎物的时候呢，他才会感到喜悦，他的收获嘛。但是在漫长狩猎的过程中呢，他却时时充满了紧张哦、焦躁跟不安哦。他更看不到沿途美丽的风光啊。其实我们也是经常在扮演疲于奔命的猎物的角色哦。越是狂奔，越难以冷静；越是挣扎，越难以脱困。所以越陷越深啊，就好像以前我们讲的落水之人呐，你越是挣扎呢，越是往下沉沦呐。啊，上次我们有讲过滑翔翼的生活艺术啊，有没有？啊，好像滑翔翼一样啊，碰到乱流啊，你不够冷静啊，乱扯那个双翼啊，那越是危机重重嘛。所以困兽之斗跟蟒蛇缠身啊，就是在形容生活中呢扮演猎物的角色啦，而处在陷阱中哦那种的心情写照啦，啊，就是困兽之斗跟蟒蛇缠身啦。因为我们已经成为被猎人穷追不舍而惊慌失措的猎物啊，那惊慌失措就会让心神不宁啊，魂不守舍啊。那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之中，自然是很难冷静的嘛。所以我们无法看清形势，以致失去方向而四处逃窜，让我们一直在各种不同的陷阱中呢乱窜。到最后还是逃不出猎人的视线，还是逃不出猎人所设下的陷阱之中啊！这个过程叫做困兽之斗了。周杰伦有一首歌，到现在呢有200多万的点阅次数啊，歌名就叫做《困兽之斗》啊。这首歌中间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写哦：躯壳如行尸走肉啊。陷阱漩涡，我已受够。挣脱逃离这个空洞，如果我冲出黑幕笼罩的天空啊，就别再捆绑我的自由，在狂风之中嘶吼，做困兽之斗哦，当然后面还有歌词啊，我取这一段了。哦，那这个意境是不是我们也会深有同感呢？歌词写的就好像我们身临其境一样啦。快乐的时候呢，听的是音乐啦；难过的时候才会开始懂得歌词啦。啊，歌词讲的跟我们的历经那个什么那个经验是一样嘛。啊，就好像我们处在无明跟烦恼之中啊，想要克服吗？又克服不了；想要化解吗？又化解不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像是困兽之斗，不是吗？所以歌曲的作词者啊，也是要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哦，才能写出撼动人心的好歌啊，才会引起共鸣啊，造成回响啊。同理嘛，邓丽君唱的那个《小城故事》跟《甜蜜蜜》啊，是由一代大师庄奴写的词嘛。他老人家也是参加词祭之后呢，从中了解了许多志工浴火凤凰的心路历程啊，他才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歌词啊。好，所以谁是猎人啊？谁是猎物啊？都很难讲。时而猎人，时而猎物啊，像雾又像花，扑朔迷离啊，难辨真伪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看似真，实则假；看似假，实则真。所以非真非假，真假不二，叫做不二法门啊！好，所以刚开始碰到困难而束手无策，变成陷入困境的猎物啊，指我们呐。后来媳妇熬成婆啦，功夫够啦。
这个时候碰到别人扯我们的后腿，我们不但没有停下来，还照跑啊！只要坚持跑下去，一段时间过后了，扯我们后腿的人呢，扯久了他也会累啊，最后他也会自动放手啊。而我们也会因为坚持照跑而路遥知马力呀。这个时候你强他就弱啦，我们就是功夫了得的猎人呐。猎人跟猎物的角色呢，扮演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人生的角色哦。我们呢，就是在生活中不断在扮演各种不同角色的人呐，而这种角色的扮演呢，可以在不同的层面的出现。这些角色有时候是猎人在追逐目标，有时候是猎物需要保护自己，猎物也需要保护自己啊，自保啊。所以才说每一个人生都是一出戏啊，各有各的角色，每一个人也都是自己人生舞台戏的作者。既然自己就是作者，就不要写出苦难偏多的剧本啦，不要写出那么难演的剧本啊！剧本的好坏都是自己写的，现在所演的角色都是过去自己写好的剧本嘛。同理呀，今世写出来的剧本呢，来世就要演出什么样的角色？那剧本好坏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怨不得别人呐。剧本拿到了，不论角色如何，我们唯有尽心尽力啊，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要演得很称职，演什么像什么，这样才会是自己人生舞台戏的最佳男主角，或最佳女主角，或最佳男配角，或最佳女配角。那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得好，用心演好，就是继续为来世写另一出好的剧本啊。那剧本不好呢，更要靠演技把它演得精彩，即使是悲情的剧本，也可以把它演得丝丝入扣，感人肺腑啊，动人心弦呐，赚人眼泪。这样也会是博得满堂喝彩，叫好又叫座啊。而更重要的是，剧本无论好坏演完之后我们就要谢谢收看啦，前脚走后脚就要放啦，让过去随风飘。演完了吗？不论掌声多少，拍拍手，恬淡下台，不必蓦然回首，没有什么好认真的，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把它看淡一点这样就是潇洒的人生啊，也就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了。好，那既然人生是一出戏，那要扮演猎人的角色，还是要扮演猎物的角色，或要扮演主角呢，还是扮演配角或者你要扮演路人甲或路人乙这些也是要事先写好剧本才不会角色错乱，造成歹戏拖棚。不要说让人看不下去了，连自己都演得很辛苦了。所以人生就是因为有苦空无常，才会让每个人都在辛苦的演着这出人生大戏呀。明明昨天还在演喜剧，今天却在演悲剧；明明昨天还在演主角，今天却在演路人甲；明明昨天还在演猎人的角色，今天却变成被猎人穷追不舍而惊慌失措的猎物。这就是人生无常跟人生是苦的舞台戏啊！而且呢，集数不限不计成本，演不完，演到我们往生为止啊！仔细想想，是不无道理的。其实生命就像一张大罗网那我们就像是网中鸟，每天在网中里面的尽力飞翔那就要懂得什么广结善缘选择良师益友彼此互为善知识，互相关照，互相成就彼此都能够飞得又高又远只有飞得又高又远才能够飞离猎人的视线，也才不会被猎人追逐而让自己呢平安吉祥
会命的猎人才能猎得心灵的猎物，会命的猎物才能时时脱离猎人的猎取。所以猎人与猎物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